处理是赖院长，进的处理是赖总统。当时张立善说：“那我们就进吧，全部吃饲料最干净。”赖清德贸然禁止处理养猪会有问题。结果2025年突然就变成全面禁止处理养猪。奇怪，农业部呢？14号，农业部说异常，叫你去查，但是因为兽医师说已经在治了，而且有好转，所以叫动保处人员回去。20号死了117头猪，是兽医师觉得不太对，赶快叫动保处去查。农业部像消失了一样。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中检出非洲猪瘟，台中无锡有一家养猪场10天之内连续有117只的猪异常死亡。动保处第一次获报的时候，因病猪症状不典型，二度获报发现100只的死猪里面包含3岁种公猪是不寻常，送检非洲猪瘟病毒核呈阳性反应，也就是说确诊。这家养猪场登记是300头，10月10号到14号呢已经有20头死亡。农业部防检署监测的示警，台中市动保处派员到现场了解疫情，猪只因诊治中，动保人员为现场采样，也就是说啊，虽然是地方政府负责采检，但是监控这件事情是农业部，所以这又是一个中央跟地方要合力的演习。大家也知道，其实上次堰塞湖的时候，你会发现农业处的辖管其实是蛮多的。农业部这个部，自从陈吉仲开始干之后，这个部好像就经常在出各种事情。这一次又跟农业部有关系，既然是一个中央监控、地方采检，那必然又是一场政治踢皮球大战，因为这是很异常的。饲主认为10日出现猪只死亡，当时呢他们是有特约兽医师的，因为症状不太一样，所以怀疑感染的是肺炎，那用药治疗。由于这个病猪的症状很多元，农业局的张进昌局长就说动保人员到场经专业判断，诊断没有流行病征兆，就没有依法采样。因为你要采样的话，必须它就是有这个经典的症状，就像你要去测你是不是 A 流啊 B 流，你首先得先有那个样态，大家知道吗？第一 part 的时候是有猪只出现非典型症状，第二 part 才发现说，这个猪持续死亡。20日接获养猪场的特约兽医师通报，已经100余只的大猪仔猪死亡，当中3岁的种公猪死亡是很不寻常的，所以立刻要求要通报台中市农业局，赶快就去检测。所以其实农业部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哦，上筹堰塞湖到猪只到各种的禽流感什么都是他在管的，还有很多食品上游都是他在管的。所以农业部其实真的要好好的检讨一下，就是说这么多事情，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彻底贯彻监测的部分？当然农业局在检测方面第一时间没有检测，有没有失误，这个也有待查。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这一块。根据中央社所整理的时间表，我们可以大概对一下。10月10号有猪死亡，第一时间是兽医师判断是肺炎，然后300头猪是有用厨余来养，厨余分成2种，一种是再煮熟的厨余，一种是直接使用的厨余。猪是个杂食性的动物，看起来好像很能抵抗，但其实我跟大家说，任何的都是一样，就像人一直吃那一种在坏掉边缘的食物，其实吃多你就会生病，因为你在消耗你的抵抗力。理论上来说大型的牧场它都必须要有自行煮沸这个厨余消毒过后再来使用的一个状况。结合说厨余跟病猪死亡这件事，很容易就会去联想到说是不是猪瘟的问题，但是因为猪瘟有特定的症状，因为第一时间判断没有符合，所以就没有进行通报，而是先做医疗，拖到14号发现死亡的数量开始出现异常，农业部才赶快通知台中市动保处去视访了解。10号到14号这里面最大关键，这4天不是台中市政府不做事情，而是监控系统是农业部防检署的，每一个牧场都会列管猪只，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是猪只现在活着死的马上知道，一定是通过通报系统向上报备。所以到了14号的时候，系统异常跳出来，农业部才按照 SOP 去通知台中市动保处要去视访了解。访视的重点是动保处可以依照兽医师的判断依法来做采检。那这里等到系统跳出来的时候是14号，当时兽医师还在做胸膜肺炎的治疗，而且症状有好转，所以动保处人去了，那你兽医师是专业。到了20号累积死亡117只，动保处接获兽医师来电，指称猪只死亡不寻常，赶到养鸡场发现死亡猪只有非洲猪瘟症状但不明显，赶快采检到农业部兽医所。这里很重要，等一下我们就来直面青鸟谣言，等一下就知道很可怕因为民进党这一次操作的非常的凶动保处接获兽医师来电，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14号是农业部防检署通知动保处去看，那为什么20号死了117头猪，结果农业部没有通知？台中
市政府没有系统，你知道吗？台中市政府唯一的系统叫农业部的系统，农业部要负责监控，台中市政府负责执行。有没有再次发现我伟大的中华民国地方中央权力分立原则很神奇？14号农业部说异常叫你去查，但是因为兽医师说已经在治了，而且有好转没事，所以叫动保处人员回去。20号死了117头猪，是兽医师觉得不太对啊，赶快叫动保处去查。动保处人员看了一下，这有症状但不明显，兽医师的判断也不是很精确，那没关系就送检。奇怪，农业部呢死了117头猪，你的事，你的监控系统呢？农业部像消失了一样，所以这就是现在民进党在造的谣是什么？整整10天，台中市政府毫无作为，害死台湾人，害死台湾猪。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牧场第一时间通报了农业部，农业部在第4天的时候警示台中市政府，你这个要去查一下他去执行之后呢，牧场说没事，所以台中市政府没有动作，但是有记录在案。20号的时候，牧场发现这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农业部没有动作，所以告知了台中市政府说，这不行已经死了39%的猪了，死了117头了，所以台中市执行之后才把检体给送检。问题是你农业部为什么消失了？你中央在干嘛？不是要踢皮球啊？当然，台中市政府第一时间在14号动保处没有送检这件事情，太过轻忽的相信兽医师的话，这有没有问题？这当然可以检讨。卢秀燕要不要负责？当然要负责，因为他是台中市政府，总控单位是中央农业部，农业部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农业部是不是更要负责啊？你的市警系统完全失灵，台中市政府是怎样？灵媒是不是？有病猪哇！有人在混淆视听啊！报系统只有中央有，地方是执行单位，这就跟花莲的马太安心验色湖事件一模一样。地方是主动告知说我觉得有问题，花莲市的立委傅昆萁已经在中央，不管是发起法案、质询都跟你讲了。陈俊江还没讲干话说不会溃题啦，只会溢流觉得棒，死了19个人，监测是你中控是你下指令是你最后执行单位扛责。就台湾现在悲哀的就这样，其实你一厘清你就知道谁才是全责单位。所以到了10月22号，预防性扑杀，全部干掉，3公里内含设的2个养猪场，1只停养，其他的猪只赶快来做检疫。到了22号，农业部才启动检疫，厘清可能原因。你自己看，14号农业部就示警了，拖了整整8天，农业部才启动检疫调查。你农业部都在这干嘛又是一个验色湖，非洲猪瘟验色湖来，农业部你说清楚，你敢不敢把整个牧场的死亡记录放出来？你放出来就知道农业部在混吃等死又搞这种事。然后我们再往下走，来咯，车衣要上车咯，蓝百草贴一堆辟谣文，我真的快笑死。这个是大青鸟头子为什么防堵这么多年的猪瘟会失控？目前证实有28只流入市面，因为要形成重大事故的气死模型已经成功。什么叫气死模型？就是有很多的错误串在一起才会造成重大伤害。直接来的4点，每一点都是造谣。国民党删除检疫防范宣传费3400万，民众党删除边境查验费2000万。110年起，行政院已禁用厨余养猪靠地方稽查。10月10号猪只死亡，台中市农业局10月20号才送验，从头造谣到尾陈俊基自己说的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吗？不能因为交通事故就不开车啦，陈俊基自己讲的现在厨余养猪一定要蒸煮，合格蒸煮是安全的饲料，不能因污蔑厨余养猪，就像路上交通事故频繁的时候，不能因此不开车，所以他们会经济厨余的监管。所以青鸟领导的部长就跟你讲厨余是可以养猪的。农业部长自己打自己的脸。赖清德做行政院长的时候，什么叫做打脸？什么叫自打脸？当时云林县长张立善2018年非洲猪瘟说，那你要不然我们来禁止厨余养猪，因为这个禁止厨余养猪农业部要拨补预算补助养猪户饲料钱，否则我们说无法竞争嘛。当时张立善说，那我们就禁吧，禁了就一了百了，那全部吃饲料最干净。但是中央要拨钱赖清德要中央统筹，不然事半功倍，贸然禁止厨余养猪会有问题结果2025年呢，赖院长变赖总统，突然就变成全面禁止厨余养猪真的是有够垃圾，你知道吗？哇，随便他们讲不禁厨余是赖院长，禁的厨余是赖总统，赖皮鬼。18年跟25年可以自己打自己，左手打赖院长的脸，右手又打赖总统的脸，都你在讲然后青鸟又继续造谣说早就禁了，哪里禁？18年最后结论就是大家要加装专业的蒸煮设备，所以最后是由中央拨款补助大型的农户去加装厨余蒸煮设备，也就是199头以上，就超过200头的。现在的状态，民进党已经是
完全上头了。对他来讲啊，死再多非洲猪瘟猪，只要做一件事，想办法把锅丢给台中市政府，就可以把台中市政府做掉。所以极度强调厨余喂猪的危险，甚至不惜让2025年的赖总统去打脸2018年的赖院长。赖院长说厨余是进不了的，我们来升级厨余的蒸煮设备，并且规定超过200头猪你就必须要厨余蒸煮设备，199头以下你吃饲料，来避免说吃饲料造成猪价的昂贵还有补助的问题。然后当时还补助煮厨余的设备，结果现在竟然自己去贴封条说不准煮。真正的问题来源，农业部自己都说溜嘴，越南来的。越南怎么进来？防疫进来。台湾不像大陆或者像其他国家有大量的陆上边界，你在陆上边界到处都有野猪啊，野猪到处窜，你怎么有办法？台湾是个岛，猪没有长翅膀，还没有喝 Red Bull， 你知道吗？所以一定是飞进来的。那请问边境检疫是靠谁？是民进党。然后又造谣说啊，边境检疫宣传预算被砍掉，结果根本没有这条宣传预算，他们那个专案自己取消掉了。边境检疫农业部说的，不管预算多少都得做。事实上，边境检疫今年预算还比去年多，5.4亿不够你减是不是？同一时间又出现要开放美猪的讨论。那既然台湾猪全部都吃饲料之后，猪价一上涨，美猪一开放，全部就进来，青鸟带队，猪瘟跟来猪，猪瘟比来猪更可怕，所以请吃来猪，既干死了卢秀燕，又开放了美猪，对美国爸爸跪好跪满，填好填满。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猪瘟验色一模一样的招式，不是我要造谣，而是明明14号就已经知道大量猪只死亡问题，到了20号死到39%，却完全没有反应，还得是台中市府跟兽医自己去反应。真的是为了嫁祸地方政府，为了嫁祸台中市政府，为了干死卢秀燕，无所不用其极。我真的也是服给民进党了。